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养成和妮姬很像的手游《银与血》。银与血最大的卖点就是它那哥特式的画风和吸血、狼人、教会与王国军的题材，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。剧情也是银与血最大的卖点之一，它全程都采用了日语配音、3D 演出，不时还会穿插2D 的动画演出，这些都是下了血本的，让人有一种在看动画追番的感觉。不过这些福利能不能持续下去，就要看游戏的营收能不能负担起这些成本了。游戏每一个新上线的角色都会搭配专有的角色剧情和活动，所以非常适合剧情党去游玩。银与血的剧情开始可能会有些难懂，但只要你继续观看下去，等到同伴集结完毕，剧情展开后就会开始精彩了。顺便一提，银与血的音乐也是一流的，氛围感相当足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银与血采用的是放置游戏的那一套无体力玩法，只要你每通关5次主线或困难模式，就可以提升一个营业信念等级，来增加挂机收入。当中主角等级、人物升级、技能升级、属性升级、钱等资源，甚至是装备都可以在这里获得。可以说是游戏最基础的升级资源全都在这里了，所以开局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快速通关主线来提升挂机资源。由于银与血的剧情量非常大，如果都要把这些剧情看完才去推主线，那是会非常影响进度的。所以前期可以先全部跳过剧情，等卡关后再回头来观赏剧情。银与血会保留所有剧情，并且在回头看时也会自动跳过战斗的部分，整个影音观感是真的非常流畅。当然你也可以趁现在测试还在进行，赶紧先去下载来试玩，这样以后开局就不用再看剧情了。银与血的测试会在4月中才结束，在这段期间都可以自由下载来玩。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，不像一般游戏的测试又限时又限量的，还要抢破头才有资格测试。如今在测试服中充值，还可以享有200%的充值返利，试完后觉得满意，有打算要常玩的，也可以趁现在有返利赶紧充值了。银与血的战斗玩法也很简单，角色会自动走位攻击，你只需要负责放奥义，决定奥义释放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一般战斗都是使用全自动来战斗就可以，只有在遇到高难度的关卡时，才需要手动释放奥义。所有角色都会共享一条能量条，每个奥义都会有不同的消耗，只要满足消耗条件就能释放。画面右下角会随机出现3个角色的奥义，你可以自由选择要释放哪一个奥义。你也可以在战斗前提前设定开局会出现的首3个奥义。角色的事前部署也很重要，因为站位会影响进攻方向，有时地形也会有特殊的效果。银与血还有一个独特的血跃机制，只要上阵角色满足3种跃项，就可以触发血跃。在血跃期间，角色的攻击力会增加，奥义的消耗还会减少一点，所以上阵的角色必须满足3种跃项，这是编队的基础。银与血的队伍构成也很简单，就是最经典的前排坦克和后排奶妈、辅助和输出，而这3种跃项刚好就可以满足队伍的组成需要。满跃通常都是输出型的角色，跃时是偏向攻击的辅助，残跃则是偏向防御的辅助。坦克和奶妈一般都属于残跃。银与血有4种卡池，第一种是开服限定池，只能用氪金道具来抽，每10抽必定获得一个 SSR， 只限20抽。第二种是特殊池，也就是一般游戏的限定池，只能使用稀有的红卷来抽，一般都会配合专属活动登场。特殊池的 SSR 概率是 4%， 60抽必中 SSR，但只有 50% 概率会是当期限定的 SSR， 最黑200抽能在商店中换一只完整的，最多能换11个。这套抽卡系统基本上就是来自妮姬的，角色也和妮姬一样，最多可以3+7升到10星。前3次升星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使等级突破上限，
S2 最高只能升到160，SSR 则最高可达到200级。3星以后再往上升，就只是单纯的增加属性而已。也许是因为有很多人投诉200抽保底太难，所以官方也已经表示会将卡池改成常见的第1次没中，第2次就必定会中限定角色的那套玩法，然后商店兑换的部分也会被取消。这个改动在短期是好的，但长期来说却是不利的。因为商店里的道具本来是可以存来直接换以后的限定，甚至是联动的角色的，但商店被砍后，你就只能每期都靠卷来抽了。第3种是友情抽 ，SSR 的概率只有 2%， 而且没有保底。最后一种是普池 ，SSR 的概率是 4%， 保底是60次，只要抽取40次就可以开启祈愿话匣，可以在教会、血族和王国这3大基础阵营中各挑选5位加入话匣里。祈愿话匣其实就是个小卡池，只有被选中加入话匣的 SSR 才会被抽中，没被选择的 SSR 就不会被抽到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缩小卡池，已经抽满了的角色就可以不用再看到它。坏处则是和一般游戏可以直接挑选2位角色集中抽取来对比，这祈愿话匣的范围还是太大了点。银与血一共有4个主要的阵营，第4个阵营是始祖，也可以在普池里抽到，但因为无法被选入话匣，所以会比较难抽。而最后一个特别的阵营是异界，这是为联动而准备的，不晓得到时会不会和鬼灭之刃联动。银与血对于角色升星的需求没那么大，它更倾向于让你去收集全图鉴，对角色的星数要求反而没那么高。虽然星数会影响角色等级上限，但只要3星就可以升级到200级，这个要求并不高。而且游戏还有同调系统，可以同步续成等级最高的5位角色，最重要的还是它可以超越角色的等级上限，即使你只有0星也可以同步升级到200级。这么一来，对升星的需求又进一步降低了，只要你有5位3星的 SSR， 后续的角色即使只抽1星也能升到200级。银与血特别的地方，还有他的角色一开始就是拥有完整技能的，升星只是为了提升角色的数值。角色的技能成长则是有单独的系统可以进行升级，这些设定都可以进一步的减轻玩家的抽卡压力。当然也不是说升星就没有用了，如果你想打 PVP， 那么一对10星的角色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游戏除了有 PVP 外，还有常见的爬塔模式，当中会有1个主塔和4个只能上阵对应阵营的副本，所以每个阵营的角色都很重要。而最难的自然就是始祖了，如果连5个人都抽不齐，那是1层都打不了的。英灵剑种是个打武器资源的副本，伤害越高能拿的奖励就越多。真理奥德赛这边主要是拿升级技能需要的资源，这是个需要连续通关的肉鸽型副本，玩家和敌人的血量都是继续的。上阵角色死亡后，还可以继续使用剩余的角色上场，所以你的角色越多，副本的难度也会变相的降低。游戏也会不定时开放这类可接力的首领副本，所以队里有越多强力的角色，对通关就会越有利。氏族里也会不定时开放需要3支队伍，队员不可重复的刷分关卡，这些副本都对角色数量有一定的需求。诡秘航路是个比较特别的解谜类玩法，需要透过各种手段去拿钥匙，然后开宝箱通关。在这里可以拿到普通卷和重要的装备道具、遗产。遗产除了可以提供4项基础属性外，还可额外提供最多不超过3个额外的被动效果。同一个遗产升级后，还可以让多人佩戴，但每名角色只能佩戴1个遗产。以上就是目前在测试服已经开放的玩法，游戏并不干，整体来说很适合当成一个看剧情的手游来玩。最后，我们就来看看银与血里的所有角色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過去という名の重力から脱し、未来という名の正解へと飛び立つのだ。近寄らないでくれ。
あんたを傷つけちまう。まだたくさん仕事があるというのに、ここでのんびりしていて本当に大丈夫ですか？あなたの味見させてく仕事に行くところだよ。体は休みたいって言ってるけどね。私の出番か？安心しな。全部解決してやるよ。混乱した世界を正すこと、それが私の生きる意味だ。命に祝福を、人類に未来を、世界に秩序を与えましょう。新しい曲に合わせて踊ってくれない？貴様も夜の静けさを楽しみに来たのか？今度こそ最後まで一緒に戦ってほしい。さあ、礼拝の時間だよ。主を待たせるのはいけないな。秩序を破る者ならいつでも切る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。私の願いは単純だ。悪人に悪人らしい死を、善人には善人らしい死を。ただそれだけだよ。なんだ、あなたも大したことなさそうだけど、一体なぜ？あなたに忘れられないものがあるの？私の中に時間の秘密を覗こうと。何かお悩みは？どうか私に話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もう少し近づいても構わん。自然の秘密を教えてあげよう。塔の上から見えるのは破滅の音、終末の景色だけ。光への道を照らしてやるわ。一緒に薬草園に来てくれる？見つかった。いや、偶然。手伝いにでも来てくれたのか？お店で待ってるよ。いい商品は揃えてるからな。でもちゃんと代金は払ってね。体の調子を見てほしいと。こんにちは。新しいステップを思いついたの。最初の観客になってくれる？許されるならずっとここにいたい。何か処理してほしいものでも？それとも私の秘密を探りに来たのか？
今日はどんな素敵な夢をご所望で？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。お部屋の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よ。新しい任務ですか？呼んだ覚えはない。だが貴様もどうやら去るつもりはないようだな。その反応、よく理解できる。遅い！眷属としての自覚が足りないんじゃないの？どうやったら強くなれるんだろう。あ、いや、ただの独り言。私の剣は友と家族を守るために。心が迷った時は月明かりに導かれるように進むといいでしょう。過去という名の枷、そこから解き放たれる日は来るのだろうか。久しぶりの静けさだ。やあ、最近は何をしてるんだい？待っていたぞ。来い。視線を外さないように。私の華麗さを見逃すと後悔するぞ。無心になりさえすれば百発百中だ。どけ！俺様の執行だ！この杖の代金を返済するのにあと20年は働かないと。太陽の光をたたえよう。あなたもお子好き？私もかつては冒険者だったのだ。